但其实呢，我们必须要讲哈，在整个国际上头来看，大家也开始在讲了，国际上呢是讲一个氛围，什么意思？就是时局一直在改变，原本这个发展跟现在的发展，好像同样的事情讲同样的话，大家的感受会不太一样，什么意思？来看到这一位北约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叫做詹森。现在呢，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说让乌克兰气炸了，因为呢，他讲说呢，达成和平协议必须要让乌克兰同意，但他觉得这场仗已经打了18个月了，他认为解决方法可能是乌克兰放弃领土来换取加入北约，让乌克兰直接说太荒谬了，他不可能接受，他只好赶紧说，哎呀，这跟我原本讲的不太一样啦。当然，这一切都应该要以乌克兰的意愿为主。我这样讲呢是个错误。后面他又讲什么啊？不过并未放弃以土地换北约的想法。回过头来他又再讲了一次被骂翻的这一句话。那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民调在变化 ？CNN 先前呢8月10号有一个民调说，有过半的美国人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同时呢，你在昨天也看到了，基本上拜登呢他还是持续的在提供军援、金援方面给乌克兰这边，让他能够再往下走。所以呢，让夏威夷这边有些人就很不开心了。西方不断的在提供，白俄的防长也生气，说呢，再这样下去的话，白俄罗斯将会跟北约爆发直接冲突。好，其实现在整场仗呢，已经北约快要加入了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在俄罗斯跟北约他们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一起合作这样一个动作。李尚福人也来到了白俄，而且呢说，中国跟白俄两边是真正的铁杆兄弟，还提到军事的技术合作等等等。当然啦，经贸的部分就更不用说了。必须要知道现在其实呢，包括瓦格纳他们也都进到了白俄来。白俄这边呢，在俄乌战争这里，是不是他们其实未来有可能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或做法啊？这个部分也许应该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因为呢，美中之间现在都说，可以谈的话来谈，但是美中到底意见一不一样呢？目前呢，在南海这里，他们的意见是不太一样的。来看到的是王毅呢，现在在整个的南亚的博览会当中呢，他们对南亚这边来释出一个善意了，同时他也见了好几个国家的领袖，好，这当中就包括了越南的副总理陈流光，两边的讲法呢都是说，我们山海相连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国发展红利。越南这边甚至很直接的说，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经贸还有外交所有的合作的方向跟对象，他认为啦，这个呢是我们的头等优先。大家就不禁想到，你话讲成这样拜登先前才说要去越南，那如果中方是你的头等优先，那拜登呢？其实，在南海这边，大家都知道，因为之后呢，他们即将要来开东协峰会。可是，在菲律宾之外，现在又有另一个点了。这个呢是中建岛，就在越南旁边。地点带您来看到，越南的岘港在这里，好，距离中建岛呢大概是320公里，距离越南最近呢也只有240公里。基本上它是西沙群岛的其中一个。西沙群岛呢，近几年来，美方一直在卫星监看，发现在这边。中方一直在大兴土木盖码头啦，甚至现在呢看到了中建岛上头有机场跑道，所以他们就很担忧，会不会呢是学美国？学美国做什么？学美国做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就是呢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岛有可能未来会变成他们的无人机的一个前哨基地。那整个呢，在他们这南海这边的作战或者是战略角度来说，这比航母还要来得更厉害。同时也降低了美国还有其他盟友使用越南港口的可能性，因为距离越南真的太近。南海这边局势一直在变化，东北亚这里美国先抓住了，因为就在台湾时间星期六呢，他们要开一个美日韩的峰会，首脑峰会第一次，白宫重申不乐见台海冲突。好，同时呢，他们也说，美国的目标呢是确保台湾遭中国入侵的那一天不会到来。可是亚洲沙皇坎贝尔呢，他则是表示，这一次他觉得比较重点的是要锁定三边关系。好，包括什么？包括之后呢，它会是一个1年1度的会议，就是把它先给定下来。现在刚好
这个尹锡悦啊，他跟这个美方比较好，同时呢，他的立场上头也比较不那么讨厌日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三方热线建起来，同时把它变成1年1会的计划，把它确定下来之后，有可能会换人当总统嘛？不要有变化，因为在能做的时候，美国先把日本、韩国拉在旁边，确切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共同声明，大家都在看。不过先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乌克兰这一局？好，北约的幕僚秘书长的办公室主任讲了说，放弃领土加入北约，当场被骂翻。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突然讲的话啦，而是已经是发现有一些迹象了。他讲了2次呢。因为乌克兰上次在沙特阿拉伯那个邀请了42个国家去开那个和平会议，那乌克兰提出来的方案还是回到2014年之前啊，那就是连克里米亚都要还给乌克兰。那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无解的嘛啊。那我觉得就是有人开始丢出一些现实的方案啊。那到底乌克兰要妥协多少领土？坦白讲，每一个人的方案都不一样。有的人就说啊，你就妥协克里米亚吧。有的人就说啊，顿巴斯你也妥协吧。啊，现有的你也都妥协吧。各种不同的。现有的都妥协，这个西方倒没人讲。所以西方大概至少你要把这个东边赫尔松啦、扎波罗热还给乌克兰。大概最少是这里了。那接下来就是包括顿巴斯，那接下来就是包括克里米亚啊。那基本上都是认为要有安全担保啊。那安全担保即使不是北约，那可怕也要欧洲的重要国家啦，是，还有美国共同进来担保。大概都是这样的方案。而且坦白说，美国的情报局长也跟俄罗斯的情报局长有过2次对话。所以你也不能够说北约都没有在努力啦，有啦啊。可是问题就是，这个乌克兰上次在沙特阿拉伯那个会议，俄罗斯不能参加，对，所以就是一个关键的另外一方不能缺席的会议，所以这个当然不会有结果嘛。可是昨天传出一个消息啊，坦白讲啊，这个真的凸显出乌克兰打这个仗越来越辛苦。昨天泽伦斯基突然之间把乌克兰全国的征兵官全部 fire， 征兵官哦，就表示说那个征兵官很多人贪污了，对，就是把一些本来应该入伍的人就让他用钱买，就不用入伍，然后把一些这个身体有点残障的人，通通都要求入伍，就要补那个兵员数了，然后从中赚了很多钱，然后抓到好几个官员在海外都有账户。那泽连斯基把这些人全部都 fire 掉，我觉得从这里你就看到这个征兵，这个事实上有点类似国民政府在后期那个拉壮丁啊，你就知道已经相当惨了啊。而且我看到一个数字，我更难以理解，4400万人的乌克兰，目前有2450万人逃到国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目前的惨况啊。所以你如果这种情况你还不做处理啊，那真的是会时间对乌克兰并不利了，大概是这样。是，那请教一下严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哈？因为其实从乌克兰，然后到南海这边，基本上呢，大家都想要问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能够好好的解决，或者是呢，声势情势有可能会升温，您怎么看？乌克兰的情形啊，就是一开头打仗的时候，我想我那时候就已经提出来几个解决的方案嘛。你第一个就是回到战前啊，回到战前，这是欧洲战争长期以来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说现状，回到战前现状。但是马上就有一个定义不同了，是2014年以前的现状，还是2022年2月24号之前的现状？好，这是一种，就是回到战前的现状。第二个就是双方拥有的土地，就现在拥有就不带变更了，暂时不变。就是你已经抢下来，但是俄罗斯就说，你也不能再拿更多的土地。乌克兰呢也不会失掉更多的土地，这是一种。那当然，乌克兰绝对不会接受这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无解的议题。那唯一我认为可以解决的，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由联合国出面，
就说暂时乌东地区由联合国托管，到时候来搞一个公民投票，其实俄罗斯应该会赢了，如果是这样子，但至少就是缓和了，那变成是说乌克兰也有点面子，交换到乌克兰可以进北约，那最后就变成原先俄罗斯是希望乌克兰是它的一个 buffer zone， 是一个跟北约之中的缓冲区。那现在就变成是乌东地区，对吗？是什么这些变成它跟北约的缓冲区？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双方还可以勉强都有下台阶的部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包括你刚刚提到民调啊，美国的民调也不太支持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乌克兰可能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包括北约 NATO 的。这些谈话等等，大概都是希望说，你乌克兰你不可能说要回到2014年以前那俄罗斯我白打了这么多，普丁也交代不下去。他如果这样子妥协了，他马上我想军事正面就下台了。你牺牲了这么多人，结果 for nothing 什么都没有，那不可能。那你2014年就已经有了克里米亚，而且克里米亚还是经过宪法程序公投的然后进入俄罗斯，这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普丁整个战争错误的地方，就他不应该进攻基辅或者其他的地方。如果你仅在乌东的话，我觉得拿掉乌东，它的正当性都还有。现在它是对于这整个战争它的正当性不足，所以他也必须要做一点妥协，大概就是也要见好就收。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普丁面临的挑战。是，那请教玉芳委员，怎么样来看南海这边？好，黄沙、西沙呢？我们一直都知道中方这边，可是问题是在中建岛现在呢被美国发现，怎么越来越多东西？这中国大陆就是要把他那边的岛礁要给扩大，而且要在上面尽量的能够建机场。能够放雷达，能够放反舰飞弹反空飞弹就放上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永赎礁啦、美济礁啦、主碧礁，其实其他的除了这3个军事化的程度做了很多以外，其他的地方，譬如说像华阳礁，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吃瓜礁，我认为它慢慢都会把它军事化。而且规模会越做越大，因为他觉得说，你这个美国军舰也好，你们来了就要走嘛，你不可能一直停在这里。可是我把这个小岛，我花了很多钱把它建立，把它军事化以后，它就在那，就是下围棋一样，又是个定时，它不会动，它不会走的，那怎么办呢？不过我觉得东南亚这些国家，除了菲律宾以外，他们看待南海问题都比较灵活。你看越南这几次的战争，跟这个在海上，尤其1988年。这个3月15号那场战争，打了这个西沙战争打得那么狠，可是他们现在比较务实的看待啦。你要说越南一方面他要改进跟中国大陆关系，一方面他跟美国关系要强化。你看2018年 Carl Vinson 这个航母到越南访问，2020年呢老罗斯福号去访问，然后这个今年的6月下旬的时候。是雷根号去访问，所以你看，就越南跟美国军事关系也在强化，但是这些国家就像以前的菲律宾，还有现在的新加坡，它基本上不要做选择，因为中国大陆就在这里，你美国呢是远在天边，中国大陆是近在眼前，它跟两边都要维持不错的关系，因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很多都有被西方帝国殖民的经验，所以他们知道要怎么求生存。而且西方帝国那种欧洲国家那种灵活多元的务实的那种像梅特涅的那样风格的外交政策，东南亚这些国家这些精英多多少少都学在心里面，用在他们的这个政策上。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我不认为南海未来会变成一个会有冲突的点。如果要有的话，那应该就是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因为菲律宾现在新的马可斯这个总统。就有美国做澳元，他可以尽管强硬一点，对中国大陆没关系。其他像越南的跟其他国家大概都不会。是好。另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拜登他现在其实可能比较要先处理的是什么？是下个星期一他马上就要去毛伊岛了哈。原因是因为夏威夷的野火现在累计已经是106死了，所以下周呢他要赶紧带着他的太太去灾区慰问。他说第一时间没去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他不想妨碍救灾。好，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在现在美国国内呢，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说，
那你第一时间是不是应该给予地方上州政府这边有更多的协助？毕竟你是总统嘛。可是总统事情真的很多，因为总统呢也要管经济，现在经济啊叫做内忧外患啦。中方呢又再次的抛美债了，持仓已经是2009年来，也就14年来的一个新低。基本上呢，今年大多数的时候，它都不在这个天意的范畴之上。好，沙烏地6月也开始减持美债，也已经降低到了1081亿美元，同样也是6年多来的新低。甚至呢，现在就连跟他应该也算是比较麻吉的什么印度，好像呢也没有那么麻吉了。什么意思？印度很务实嘛，印度现在已经决定了，他们用当地货币卢比呢来跟这个阿布达比石油公司买100万桶的石油。那过往呢，他们还曾经有买家用一样卢比买了25公斤的黄金，这个动作叫什么？这个动作叫做去美元化。那如果真的是一度的，连印度他们也都开始来进入这个地方，金砖国家也开始来加入的话，哇，那是不是真的去美元化会变成一个趋势呢？再加上现在呢，这个电影大卖空那个原型贝瑞也出手了，砸500亿赌这个华尔街股市未来会崩盘。他过往曾经精准的赌了美国房市崩盘。现在呢，再赌的是华尔街会崩盘。一连串的讯息下来，大家开始在问政府有没有做事情。叶伦则是告诉大家，其实啦，美国经济还是很好啊。我们去年推了一个通膨削减法，现在1年来已经呢，目前促进了包括经济，我们也创造了不错的韧性啊，这一些都是现在有看到成效的。只是大家真的有感觉到吗？美国其实现在呢，除了经济的这些内忧外患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家的后花园南美洲。好，先前讲了，好像偏左这边比较多一点人，越来越靠州，赶紧拉一点回来。阿根廷要选举了，目前呢极右翼的议员呢是领先的状态，有没有可能由左转右啊？就看这一场了。但是你必须先给人家一点好处嘛。现在这个好处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要 F-16呢？38架的 F-16战机现在终于美国点头了，说要给阿根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先前他本来说要买解放军的枭龙嘛，那他们也很担心之后就整个转向中国了。那英国先前因为历史上的恩怨，所以呢一直不愿意把这些战机 F-16交给阿根廷。现在因为美国它有所谓的战略因素，所以英国可能也是必须要吞下去。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在南美这边再拉些朋友回来呢？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拜登终于要去夏威夷看灾了。拜登现在去恐怕已经晚了啦。因为在地的美军部队接近5万人，并没有介入协助救灾嘛。对，这已经网络已经骂成一团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死亡人数可能还在上升，因为我昨天看是1300人失踪啊，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说不过去，而且这个地方是民主党的铁票区，对，民主党在夏威夷几乎没有输过，而且上次拜登还拿到60几% 的票，结果你是这样处理啊，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了啊！因为上次小布希因为那个 Katrina 啊，那个飓风。Katrina 后来是死了1300多人，是啊，小布什的民调也受到冲击了啊。我是觉得这次肯定会被川普来大做文章了，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民调，川普已经领先拜登3%啊。那后续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人究责的啦，因为有很多东西都临时故障，包括什么警报器啦等等啊哈，还有。很多人就说那个电路可能有问题啊，有人发出警讯，结果都没有处理嘛。那拜登我觉得他故意慢到是因为他要说这个是州长的权利，跟我无关呐，他想要用这样来卸责啦啊。可是我觉得州长一定会跟总统在这里发生斗争啊，因为这个是责任的问题嘛啊。那阿根廷这个问题会比较麻烦哦，是因为现任这个阿根廷政府经济实在是太糟了啊。那个通货膨胀简直是匪夷所思了啊！我听说这个极右翼这个民调领先，因为30几%嘛，另外2个都是20几啊。那就是要进入第2轮这样啊。那个立刻贬值20%，就是这样搞经济啊！我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反正
那这个极右翼，他的政见表面上是一面倒向美国，就是经济要全面美元化。我觉得这个也已经不是在讨论问题了，这完全就是说你这个现任政府亲中嘛，那我就要亲美嘛，这已经不是在讨论，因为他的经济显然是出了本质性的问题，这个不是亲美亲中能解决的啦。可是他就这样，民调一路上啊，然后甚至还说中国是暗杀者这样啊。说就讲一堆了，说中国对老百姓怎样怎样，那这种人怎么能够跟他交往啊？那可是事实上，阿根廷的经济是高度依赖中国啊，那我就不知道他真的当选，他要怎么处理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他是极右，是那另外两个政党，坦白讲，长期也没有什么互动啊，那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弄啊？如果3个人要进入第2轮，这等于是要强制结盟啊。不然到了第2轮，如果还选不出一个超过45%的，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那我觉得美国经济，我那天收到一张图啦，说美国股市现在到底是熊市还是牛市啊？对。结果我朋友寄给我一张图啦，一只熊长2只脚这样。所以你说它是熊市好像也是，说它是牛市好像也是，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各种利空因素，对啊，可是也有利多的因素啦，也有啊，比如说就业增加啦，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利多因素啊，可是那叶伦就是一直在唱利多嘛，对啊，可是就是有这个人他要做利空嘛，那就是在赌嘛啊。那我坦白说了，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经济是这么多危机啊，是。你说美国不会受到影响，我也不相信啊。这个就好像台湾这个独派看到中国经济不好，房地产出问题，啊，很高兴啊。事实上他不知道这个冲击过来就是冲击到你自己，事实上韩国也是一样啊。韩国我今天也看到网站，那有一些韩国人就在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啊？他不喜欢中国啊，那很多人就在那边留言啊。他说：“你不跟中国做生意，你要跟谁做生意？啊，就是这种情绪啊。我觉得美国也是一样了，就是你反中嘛。那可是中国经济17.7兆，我今天刚看到那个美国有一家大银行啦，是修正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从5修正到4.7，下跌幅度也不大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恐怕就是看未来的这个。”房地产的灾情发展到哪里，那就会再做修正，大概是这样。是好，那回过头来了，就是说，大家其实在看经济，特别是经济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更务实一点来看，拿掉一点意识形态，你会看得更准确呢？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请专家点评。好，今天呢看到了，不但是中国在卖美债，还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现在也加入这场战局。我们要请教玉芳委员怎么看？对这个印度这个用卢比，他自己的货币给阿布达比买了100万桶的这个石油哈，然后又讲到沙烏地阿拉伯减持美债，这其实啊，这熟悉国际政治事务的人都了解一件事，就是说民族主义或者是说国家利益。是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最好的武器，或者是说天然的武器啦。就你的国家啊大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国家利益，你不会让别的国家来操控你，所以那很多国家跟着美国走，因为他没有选择余地，你知道吗？就像现在欧洲有一阵子，这个欧盟。他们就甚至向法国提议建立自己的军队，对不对？不要依赖美国。可是乌克兰战争这个非常不正常、突然发生的事情就改变了嘛。突然间，这些西欧国家发现你不依赖美国，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战争的问题，所以他就下去。当然，我认为这是暂时的假象。你看到了印度，你看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其实你未来看到了欧盟更会是这个样子，他还是要走自己的路。他甚至长远来看，我认为欧盟自己甚至可能像法国所讲的，会建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队啊，是不要这样受制于美国这样。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很正常。就美元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
慢慢比较的弱一点，但是必然还是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货币啦。印度现在大家认为印度快速崛起，对啊，但是它没有办法取代中国大陆，但是它会变成一个中国大陆之外的另外一个大的强权，新兴的这样一个强权。现在看起来它跟美国关系走得非常的密切，可是你再去看一件事情，在这次战争中，欧盟的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他买俄国的天然气、石油只有越买越多啊。那他为什么不跟美国配合美国，配合西欧的国家，不要跟俄国买？不可能嘛？原因是什么？为了国家利益嘛。所以印度这样一个做法，未来会变得更加清楚。目前他跟美国要走很近，为了要对抗这个中国大陆。可是慢慢他就会走出自己的那个力量，走出自己的自信。那个时候，他跟美国利益就不可能是那样的吻合了。是每一个国家啦，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打算，这一切都合理。但自己的利益跟美国不一样的时候，那他就会走他自己的路了。等等回来，我们要请叶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最后，我们要请严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我想就是我提一下阿根廷啊，这个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啊，现在拉丁美洲主要的国家，包括巴西、包括阿根廷啊，包括智利这些，大部分都除了智利之外啊，哥伦比亚都是左转的多啊，所以当然美国希望这个左转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他们长期面对的一些挑战，像委内瑞拉等等啊，那总是希望说有一个右翼的政府能够出来。可是阿根廷现在面对自己最大问题，它的这个通膨是100%啊，那你要去处理通膨，然后我这个今年年初我在一个演讲当中讨论到拉丁美洲这些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阿根廷面临最大挑战就是说，它其实跟中国的经济是最互补的，它的农业大陆要嘛，那大陆的 infrastructure。基础建设它需要，所以他们两个合作是最。可是他现在如果要去跟着美国走，他跟美国其实是竞争状态很多地方。所以他如果今天要走这个脱离大陆的话，那从我们当初来看，就是当然这是有一个选举当中是有一个中国的角色，可是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变成美国的马前卒，然后退出这个一带一路啊，甚至就是说把你可以互补的跟大陆一个经济发展，然后放弃掉，然后我觉得美国没有这么大方，会因为你放弃了大陆，然后他来照顾你，让你带起来。阿根廷过去在80年代的时候，也是通膨的很严重，非常的严重。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从20世纪100多年前世界前10名的国家，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如果你还继续要靠美国，我觉得是比较辛苦一些。但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个指标。特别我们看到巴西鲁拉回潮了，那所以鲁拉这个代表左派的势力那过去也讲过，说我们是善良轴心。跟古巴等等，那当然对美国人来讲说，总是希望有一个制衡的力量。那阿根廷也觉得说，我当然不愿意总是跟着巴西的这个政治路线走。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研究员严正胜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好，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大选又有新的民调出来了。昨天晚上所公布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呢，发现顺序不一样了，第2名、第3名换人了。第1名呢，同样是赖清德35.7%，好，第2名呢，现在变成了侯友宜21.9%，虽然跟第3名的柯文哲21.7%只差0.2%，细微的差距，但是看到了一个反转。不过今天所公布的这个风采民调呢，则是虽然赖清德同样是维持在33.4%，还是30%多以上，好，但是呢，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排名是不一样的，数字也略有不同，包括了侯友宜在风站这边呢是15.9%，柯文哲的部分23.2%。好，可是问题是数字不一样，
趋势相同，什么意思？就从上一轮到这一轮，不管是美丽岛做的还是风灿他们所做的一个趋势，叫做柯文哲的民调好像往下走。侯友宜的部分，则是他自己本身跟自己比往上走，所以大家就要问柯文哲是不是优势变成劣势了？好，特别的是呢，在美丽岛这边看到的是女性支持度，现在已经跌到了18%，在过往来说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大家都在讲了，在年轻选票的部分，应该是柯文哲最强的。现在说呢，他的部分呢，好像也出现了滑落趋势，这个是在风灿这边所观察到的年轻选票20到29岁，柯文哲竟然一掉就掉了7.7%耶，这是蛮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大家就在讲了，是不是先前在民进党这边打他所谓的丑女啊、性别问题等等等，这些是有奏效的呢？至于侯友宜，我们刚刚讲了，好像呢开始缓慢的在回升。目前呢，他们自己内部就在说要拼一波，拼9月支持度要跨过25%。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传出9月中有可能他要去美国这边来做访问，那如果到时候呢，他的民调支持度可以拉回来到25%，同时呢，跟柯文哲可能是超车，又或者是不相上下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就有机会拼逆转胜。那地方上头你也看到了，现在呢，侯友宜也开始在地方公庙啊，或者是跟地方的这些士绅呢，开始来高博，要补足的就是过去好像跟地方上面跟党内比较没有交情的缺口，但是呢，在柯文哲的部分，也有人在问，这一波会出现，特别是年轻选票比较大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会不会也是因为受到了高虹安事件影响？毕竟民众党嘛，大家都会一起来摊开来看。高虹安现在呢说涉助理费的这个诈领案被起诉了，那这一位我们的驻德代表谢志伟又开始发言来争辩一下国内时事。他说了，之前的话听不太懂，因为他说白为什么是用白这个原因啊？他说有没有可能说白色的不贪，但是讲的其实是不贪白不贪，用这种酸法。那后来呢，也开始这2天开始看到了，大家会问啊，为什么考古学家大多是女的啊？原因是因为喜欢把以前的事情挖出来啊，在讲他一直在挖棒球场的事情，还说了一个土拨鼠呢一直在挖啊，原来我是新竹市长。开始这种梗图会出现了，因为高虹安也告诉大家嘛，在起诉的隔天他就收到了美国大联盟给他的这些新竹棒球场的报告，所以他说里面有很多他觉得有问题的地方。那梗图出来之后，就让大家想到了过往好像在黑韩国瑜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梗图啊，比如说拜托啦，帮我发大财啊，等等等。这个路数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真的会在选情上面构成影响呢？而还有一种是什么？影射的最有杀伤力。昨天看到这张照片，大家开始问啊，那个码起来的到底是谁？好，这个是网络红人四叉猫所 po 文的啦。他说这几天柯文哲不见了，那他就在讲啊，他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一些人讲起来，是不是见了其他的牛鬼蛇神，然后帮他打马赛克？那民众党马上跳出来讲啊，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就直接讲嘛，不要用这种影射的做人身攻击。甚至还有一个影射的，也是昨天听到的神秘英党，他传出啊说这个听到里面的人很像柯文哲的声音，讲什么？讲说赖清德去美国这一次见面会搞得很大，还是每个人只要去就可以领800块等等等，这些内容，民众党赶紧跳出来说，根本就是伪造的。柯文哲说太恶劣了，而民进党的部分，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打柯文哲哦。民进党讲的是什么？王定宇说这个叫做认知作战。他特别强调，这个呢就有可能是来自中共的谣言农场，还是台湾特定组织，查明之后才能进行防堵。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对岸农场的认知作战莫名的跟柯文哲好像在这个新闻当中又有所牵连、有所挂钩了呢？基本上啦，现在赖清德出访他们也在讲有很多认知作战，因为呢看到说什么赖清德啊要来金援巴拉圭101亿盖社宅等等等，外交部马上跳出来说这些都是假讯息，是有心人士所发布的错误讯息，要做认知作战。好像呢在赖清德出访的这一路上，特别他强调的就是对岸的
的影响力，对岸对他的打压，像是他也特别跟记者讲啦，中国啊不必把过境当成文攻武吓的借口。我们也想问啦，您的出访好像除了谈对岸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重点呢？或者是你还能够告诉大家，你这次去到底跟我们的友邦能够帮忙中华民国什么事情呢？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最新民调，还有风灿民调，看起来数字不太一样，但有些东西好像有些相同。民调非常不一样啦。我是比较相信美丽岛的民调啦，因为这也包括我个人对基层的观察啦。我觉得侯友宜主要就是逐渐的这个国民党的人在回归了啊，那逐渐打出正常选战的节奏了啊。比如说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他就陆续在跟各地的区域立委在相聚嘛，包括双北啊、桃园啊，然后台中啊，他就一路开始进行啊。然后也包括他日本的访问也比预期要好一点啊。然后回来之后，也开始对这个民进党开始有做出一些比较对比性的一些政策诉求了。那还有他的 IG 的网站，也开始越来越多他个人比较有趣味性的生活短片啊。这个就是一个选战的基本的节奏啊。是。所以你对比也看到郭台铭的，好像要参选又好像不要参选，到处试水温，然后说要连续办10场造势嘛。结果我们看到办到第3场就不见了，这样啊，就那个感觉声势也在下降啊。那这个就意味着，我觉得确实有点泛蓝归队了，可是也还不够，因为目前我看民调，大概国民党支持侯友宜大概是7成左右，就比从65增加到7成，可是还是很低啦，因为赖清德在绿营早就超过85了。朱立伦说是7.5%啦，多了5个百分点。好了，没关系了，再给他讲，反正25，他只是这个9月的一个期望值嘛。是。不过就说基本上从723之后是稳步整队，然后再慢慢往上啊。不过这个上的幅度非常慢啊，非常慢啊。这个我觉得跟他必须要上班有关啊。他不是全力投入选举。所以他1个礼拜大概只有2天啊。那文宣队伍其实对我认为，如果纯就选举来讲，他对英跟赖的攻击火力也不够啊。我基本上就是稳住了啦，稳住了跌势啊，那开始往上这样啊。那柯文哲我觉得是他的文宣盘到了顶啊，然后我觉得从北流之后，然后民进党就一路开始攻他的那个丑女问题嘛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表示那个文宣战啊，民进党真的是有一大群团队了，啊，一堆平台可以运作啊。那柯文哲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看到他的民调，女性票大概有跌哦，有跌蛮明显的啊。然后20到29岁也有跌啊。那赖清德基本上还是不动，对，还是不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局目前大概要先到郭台铭那一段到一个段落，那之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啦。那这个当然也要侯友宜也要他们那个团队也要问自己啦，就是你的攻击火力是不是不足啦？还有你本来预期你要到11月才请假，是不是可以比照韩国瑜？韩国瑜在2020年他10月15号就请假了。是，我认为侯友宜最后可能需要3个月来冲刺。2个月真的不够哦，因为他真的就是不像另外2个候选人是全天在选的啊。那以他目前，而且我觉得他从市长的格局转换成总统的格局，也比别的候选人要晚。所以他真的需要加码了，加快速度了啊。那我跟你讲，这个伪造的文宣哦，在美国已经出现了。我前几天就看到贺锦丽被人家伪造她的声音。甚至还有影片，那讲话就跟一个白痴一样，然后那个标题就是他跟拜登一样失智在美国到处传啊，贺锦丽的影片啊，所以我认为这种东西搞不好是，就是说搞不好就是有些是会不会是绿营自己自导自演
所以你如果认为巴拉圭那个新闻是假的，那请你找出是原始的出处嘛。还有比如说你说柯文哲有那个录音带，你就把那个原始出处找出来嘛。那就直接送刑事警察局来查嘛。我认为这种东西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这种技术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我们讲的说仿声，然后仿你的这个已经不只是声音了啦，还包括你的影像，基本上都可以仿，否则前一阵子不会爆发，那个时候不是一堆人被贴出不雅影片，这个东西在政界已经非常普遍了，是，所以我认为如果未来再发生这种案子那请执政的民进党找到音源或影像源头，一律送到刑事警察局办案，那其他阵营也一样，不用去吵了，吵这个没有用了，因为未来大家一定会看到一大堆以假乱真的声音跟影片，我认为今年台湾一定会爆发。是，美国大概在上次就已经有了啦，比较少，那现在是完全成熟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台湾要防啦，而且你可能会看到网络贴出被篡改的照片，因为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有这种警觉了。是，那请教玉芳委员了哈，因为这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当然选举看趋势嘛，那民调就是一个蛮直接、直观的观点，您怎么样来看一下民调的这个变化？好像美丽岛电子报做民调都持续在做，所以大家对他做出来的东西呢，基本上也比较能接受，然后你整个看社会上的氛围，你周围这些朋友氛围的话，那侯友也是往上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做出一个民调，柯文哲还去赢侯友宜什么6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我是会比较怀疑他的真实性。然后这个我的感觉是这样了，就郭台铭的气势应该慢慢会落下去。你看评论那场这个造势，号称要这个州议长号称要调2万人进去，就现场的椅子才摆了4500个。然后你再看椅子上面是坐的人多还是空位多，就可以看得出这整个趋势的这个走向嘛。那如果他的趋势往下走的话，他的支持者基本上也是反民进党的，那他除非说他们决定就站在一旁不投票，否则也比较多的选择可能还是支持侯友宜。然后柯文哲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的优点跟缺点都是一样，就他很率性，所以年轻人喜欢他。可是因为太率性，所以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说错话，连到了国外也是如此。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一个是郭台铭选前就外面就说他要去美国很重要一个行程，要看基辛局，要拜访什么什么，讲一大堆，就看起来没有雨点大，对，雷声大雨点小，你去看了谁？告诉我们，你去美国看了谁？众议员叫什么名字？显然没有。参议员叫什么名字？显然没有。435位众议员，你一个都看不到吗？那你这样你还回来选总统怎么选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把自己就吹捧得太高，可事实上没有办法落实；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断的说话，然后不断的犯错，然后在台北市政府8年的那个政绩，真正的所谓的他的这个行政的绩效那些，慢慢就流出来了，没那么好嘛。北艺北流这些都看出来，成功新村以前也当过我们的选区，曾亮也在那个地方，我们大陆在那边选过南区的时候，你那边的市场你要改为地下也好，半地下也好，民怨这么多，最后那些里长们、那些摊商们要求这个蒋万安说这个要修正的时候，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柯文哲想什么？他说希望他从善如流。我问你是你是搞错设计的人呢？你要先道歉呢，是你错误呢，你要认错才能够建议蒋万安从善如流呢。你怎么讲的好像是春风拂面，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不好。所以这次我要讲另外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对谢志伟我可以讲从头到尾就看他不顺眼。你作为一个驻外的使节，驻外的你虽然不是科班外交官出身的。但是你今天当了驻德的代表，你要告诉我们你在德国替中华民国做了什么事？
结果我们看到都是他干预国内的政治，对不对？高虹安做的怎么样？我想法院解决。可是你谢志伟凭什么去批判高虹安？这一个是国内的政治，你是一个在海外的驻海外的一个代表，你要工作的重点不是国内的这样一个政治，你是替民进党当打手嘛？对民进党政府当打手嘛？这样是对的吗？我们的外交官如果大家都对国内政治都学谢志伟，重于他对他驻在国的这样一个经营的话，那台湾还有外交的可言吗？所以这谢志伟我非常不爽，就是说民进党政府一点品味都没有。谢志伟这样可以当驻德代表驻这么久，2次，对啊，而且2次。我请问一下，你民进党政府在干什么？你没有最起码的品味，是不是？这样的可以当驻德国代表吗？德国人会怎么想说？哦，你派来驻在我们这个代表，竟然对台湾自己的那个兴趣还远大于对我们德国的外交的经营，真是太可笑了。是，来严老师。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林委员讲这个谢志伟啊，我也觉得就是以他的个性，过去在东吴大学教书啊，他应该派到拉丁美洲，他比较活泼。那德国是比较严肃的地方，真的，我觉得他的这个 style 不适合派德国。刚好他是留德的，刚好他的语言是德国。那对不起啊，就是你的这个个人的这种性格、政治性格，你可能根本就不应该去做外交，你应该就在国内选举啊，帮忙站台啊。这个他反正这个妙语如珠嘛，很会讲这些东西。那要不然你就是很会混的话，就跟拉丁美洲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放得开的东南亚啊这些，那你可以做这些。德国人很严肃的，碰到你这样子，我真的不觉得他非常合适在德国啊。但是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在这个你自己的脸书啊什么这个上面去公开讲这一类。那民进党我自己看他们就是柯文哲啦，就是现在的我们讲的叫做 gender gap， 就是女性的这个得票这个支持度非常低。那其实在美国，就是共和党的那个跟民主党之间大概有接近10%的差距，就是女性投票一定是民主党多，那是和政策有关嘛。因为民主党在美国是支持平权的是支持对，特别是像有一些单身的少数族裔的，他们照顾的很多，所以这个是没办法改变。那我看现在台湾，我认为现在主要的政党其实对我们的平权政策也没有一个反弹的都很支持现在没有，我不相信有政党像过去共和党还有一些认为说女性应该在家庭像上次那个希拉蕊那个时候跟那个克林顿出来，他要做一点事情，那共和党就说，你应该在家去参加这个家长会做 cookie 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一点在台湾没有。但是以女性在台湾就是3个政党当中来看，柯文哲可能他自己是有这个给外界一个信号，可是民进党本身男性沙文主义的状况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结果反而是赖清德这个现在在女性的支持度是高的，高过男性。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不理解的那会不会回到就是说，可能这3个候选人里头赖清德长得稍微比较帅一点，到最后女性，那这样子我又变成污蔑女性了，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是这样。对，我们其实这选举当然我认为啦，还是看政策啦。那当然每一个人呢，他在意的点也许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在整个大选的这个过程当中，选民嘛，大家可以好好的以每一个人的政策，你在意哪一个点，他所端出来的牛肉是不是你所能接受的，来投下自己比较理性判断的这一票。